迎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每一周我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影片，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我会以律师的身份来跟各位分析美国司法。这个系列称之为从判决看人类。今天是第14次，要跟各位介绍美国司法房地产篇。在今年3月15号的时候，美国最大的行业协会就叫做仲介协会，跟他的26万名的原告达成了和解协议，同意支付4亿1800万美元，就是退还佣金给他们。今天会跟各位详细的介绍呢，这个案件发生的缘由，以及这个案件达成的和解协议将会对美国的仲介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呢对于房地产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请您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首先来做一个前情提要，台湾其实也有房仲协会，那么美国也有房仲协会，但是美国这个房仲协会为什么会是美国的所有的行业协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呢？它的会员整整超过了150万名。那事实上呢，没有加入房仲协会的大概还有150万名。为什么美国这个房仲行业可以如此的欣欣向荣？因为一年美国的卖家，就是卖房子的那边的人大概会支付掉1000亿美元的房仲佣金。美国的房仲几乎是全球里面拿佣金拿得最高的。他们是6%全部由卖家出，它的进入的门槛也不难，只要能够考一个证，你就可以去做房仲。甚至是台大毕业去到美国留学的，或者是呢在美国的根本就是高科技业的人员呢，他们也都会去考一下房地产证，让自己有一个资格可以来做房仲。一般我们称仲介叫 agent 但是呢有在全国仲介协会登记注册的这些人才可以称之为 realtors。如果他的名片上面有写 realtor R 这个字的话，就表示他一定是全国房仲协会的会员，才可以称自己为 realtor。那么全国房仲协会我们就简称为 NAR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这个 NAR 就是要求他所有的会员，如果有收到卖方的委托的话，一定要全部的公布在网络上面。那这个网络系统我们称之为 MLS， 就是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它就是一个统一房源，很类似我们台湾现在的591。那在过往呢，台湾、大陆、香港这些个地方呢，因为每一家仲介公司都要去开拓自己的房源，那么消费者要去买房子的时候，也要一家一家去造访，非常的复杂。但现在自从有了591之后，你就等于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仲介公司他们拿到的房源。那美国的话，这样的一个做法已经行之有年了。那 NAR 房仲协会要求他所有的会员呢，在网络上面直接写清楚你要给买方的仲介多少%，一定要写，这就是规定。也就是说呢，在美国买房子的话，你找仲介人员是完全不需要付佣金的，所有的佣金都是卖方在付。而且呢，美国这个6%大概是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呢，全世界各地的话大概都是1-2%左右。听到这里，您觉得有帮助的话，请您给我按个赞。那台湾的话，可能要出个4%，然后买方出个2%。但是这个都是 negotiable， 其实你可以去议价。如果你不想要给到这么多的话，你要事先说清楚。台湾有些卖家的做法是说，我一定要收多少钱。那至于呢，你能够卖高卖低，那是你的事情。你可以卖高的话，多出来的全部都是你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打破%数的规定。那么买方这边的话，你也可以事先跟你的仲介人员讲清楚。如果你要买豪宅，当然你就会议价空间比较大，这大家都是清楚的。那在美国的话，因为是所有的钱全部都是由卖方给，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是卖方，他本身必须要付出这么多的仲介费，所以是不是这个卖的价钱就要提高？那买方的仲介，所有的仲介费也全部都是卖方给的。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一个买家的仲介看到你写的%数比较低的话，他还会倾向于带他的买家去买你的房子吗？当然不会啊。那你既然是卖方的仲介，你怕没有人来买你的房子，你是不是也就只好忍痛把这个%数写的稍微高一点？那结果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这些%数的支出还是全部都回到卖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在2019年的时候，密苏里州、堪萨斯州还有伊利诺州这些个卖家就全部联合起来提起了集体诉讼。这些人卖了之后被迫付出了6%的佣金，他们呢觉得是垄断的一个行为，所以他们呢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一样的加入了集体诉讼，整体来到了26万个原告。那在2023年10月23号的时候，在堪萨斯州这个地方进行陪审团的审判，陪审团认为这个确实是违反反垄断法，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反托拉斯法。于是呢 NAR 就是全国仲介协会呢被判要支付17亿8千万美元。
那这个全国房仲协会当然就是想要上诉嘛。但是你要再上诉的话，你也是耗时耗工。于是呢，全国仲介协会赶快想办法去跟26万名的卖家去进行和解。今年的3月15号和解协议就下来了，就把这个17.8亿美元降到4.18亿美元的赔款退还给这些卖家做他们的理赔，并且同意取消6%的规定，取消他的会员一定要把房源登记在 MLS 这个平台上面，然后也取消他们登记的话一定要写明对买家的仲介给多少%，这些全部都取消。当天这个和解协议出来的时候呢，最大的房仲公司股价全部下跌。最大的房仲公司在美国就是 Compass、Zillow 这2家。再来的 MLS 系统，住宅房是 Redfin， 商用房的话是 LoopNet， 这个也全部股价都下跌。但是在同一天的话，建商的股价全部都上涨包括 Lennar、Plut Group、Toll Brothers。以我们的想象就是呢，卖方不肯支付买家的中介费，那买家自己支付就好了。可是各位要知道的是，所有的中介费都是由卖方来出，这样的做法在美国是行之多年了。近几年，因为很多的大陆人到美国投资房地产，他们因为语言的关系是一定要找仲介的。那这些仲介所收的佣金全部是来自卖家，所以呢，大陆客是已经尝到了这样的甜头，是非常习以为常。我需要仲介的帮忙，但是我又不用付仲介费，反正是卖家去出的。那因为大陆人买房子实在太多了，所以很多的华人真的是纷纷转行加入了仲介这个行业。所以华人大部分是做买家的仲介，不太能够有机会做卖家的仲介。那现在呢，这些买家的仲介要去跟他们的买主要求说，我要跟你收仲介费，你觉得如果按照买家的精打细算来讲的话，他愿意支付仲介费吗？因此呢，他可能会不得不需要仲介的帮忙的时候呢，他也会去压低他所付的仲介费，或者是呢，他根本就直接跳过仲介，直接去找履约保证的公司帮他们购买。像现在银行很多都会开所谓的经理人公司，就是一种专门在做履约保证的第三方托管的功能，他们也有能力直接帮你去下单去买，或者是你直接透过律师，因为呢有些州它不是直接进履约保证的所谓经理人公司，而是呢它直接就交给律师去做，那律师也可以直接帮你下单啊，那你也可以去跟律师讨论说他要收你多少钱，也就是说你可以比价的空间是越来越多了。买家的仲介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么的100%的就知道说给他的仲介费是多少钱，所以他自己必须要费功夫去跟他的买家去商谈去议价，说看人家愿意给他多少钱。那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像是纽约，他们早就已经自降趴数，可以1%、2%、3%、4%都有。除了纽约的 Manhattan 曼哈顿之外呢，大概他们是没有人拿6%的。可是呢，在其他的地方呢，都还是在遵守全国房仲协会 NAR 对他们的规定都是直接在类似591这样的平台上面亮底牌，说我愿意给买家的仲介几%，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赶快带你们的买家过来看我这间房子吧。我们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建商的股价会在当天呢直接就上涨，因为呢，如果你是一个买家，你过往不论你看什么样的房子，是预售屋或者是新房子或者是旧房子，反正你都不用出仲介费啊，你根本不会去考量仲介费的事情，所以你爱跟谁买跟谁买。但是现在呢，因为你可能会被要求出仲介费了，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就是要跳过仲介，然后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可能去找律师，或者是你去找履约保证的公司直接帮你买，或者是你就自己辛苦一点，直接去找建商买。再来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仲介费减少了之后呢，感觉好像房价就不用那么高了吧，至少你卖房子你不用给到6%，你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卖便宜一点？因此呢，大家也期待房产的价格会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地产的形式不只是仲介的佣金被改变而已，现在连房地产的价格都可能可以被改变，现在连建商的一个销售热度都可能可以被改变，所以一个棋子的改变牵动了整个美国房地产的市价。那我们呢静观其变，谢谢各位。